第一课，去远足怎么样？嘿，安娜，我对我们的周末有个主意，去远足怎么样？你好，约翰，听起来不错，我喜欢在大自然中。完美，让我们准备好登山装备并规划路线。听起来像个计划，我们也可以打包一些零食和水。绝对可以，在小径上必须保持水分和精力充沛。让我们来看看天气预报，确保今天是徒步旅行的好日子。好主意，安全第一，我们不想被雨水所困扰。掌握了所有细节后，让我们见面并开始我们的冒险之旅。听起来像个计划，那我们开始吧。绝对可以，约翰，是时候踏上小径享受户外活动了。我们走吧，安娜，这是一次充满乐趣和难忘的徒步旅行。绝对可以，约翰，愿我们的徒步旅行充满欢笑和美丽的景色。第二课，我正在考虑购买一台新笔记本电脑。嘿，安娜，我需要一些建议。我正在考虑购买一台新笔记本电脑。你好，约翰，这是个好主意。你的要求是什么？我需要一些功能强大的东西来工作和玩游戏，有什么建议吗？好主意，我建议您查看知名品牌的最新型号。我会调查的。有什么我应该考虑的具体功能吗？寻找速度快的处理器、充足的存储空间和专用的显卡。明白了，我在做研究时会记住这些。另外，请阅读客户评论以了解可靠性和性能。这是一个聪明的提示，谢谢你的帮助，安娜。不客气，约翰。如果您需要任何进一步的帮助，请告诉我。会的，安娜。再次感谢您的建议。没问题，约翰。快乐寻找笔记本电脑。绝对可以，安娜。来寻找完美的技术伴侣吧。干杯，约翰。愿您的新笔记本电脑为您带来欢乐和工作效率。第三课，你今天的计划是什么？嘿，安娜，你今天的计划是什么？你好，约翰。不多，只想读点东西。这听起来很放松。你正在研究什么特别的书吗？我正在创作一部我想读一段时间的神秘小说。不错，享受在悬疑和线索的世界中迷失的乐趣。谢谢，约翰。对我来说，这总是一次激动人心的逃生之旅。好吧，我今天要做一个新的编码项目。这听起来很有趣。祝您参加富有成效且富有创造力的编程课程。谢谢，安娜。我很高兴能应对一些新的挑战。为一天的放松和工作效率加油。干杯，安娜。来享受我们各自的活动吧。绝对可以，约翰。愿我们的日子充满欢乐和成就。第四课，虚拟团队建设活动怎么样？嘿，安娜，我一直在考虑培养远程团队成员的团队精神，有什么想法吗？你好，约翰。我同意这很重要。虚拟团队建设活动怎么样？
很棒的建议，我们可以组织在线游戏或虚拟欢乐时光。尽管距离遥远，但这是一种有趣的联系和建立友情的方式。我们还可以鼓励开放的沟通和协作。绝对可以。定期办理登机手续和团队会议可以帮助加强人际关系。分享成功和庆祝里程碑也可以增强团队精神。营造积极和包容的工作文化也至关重要。没错，同理心和支持在培养团队精神方面大有帮助。为组建一支强大、互联互通的远程团队欢呼！干杯，安娜！这是一支即使在远处也能茁壮成长的球队。绝对可以，约翰。愿我们的团队精神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大放异彩。第5课，这个周末我要去购物。嘿，安娜，这个周末我要去购物。当然，我需要新衣服。你对哪种类型感兴趣？你好，约翰，这听起来很有趣。我对休闲舒适的衣服很感兴趣。不错的选择，舒适是日常穿着的关键。绝对是，我喜欢百搭且易于混搭的服装。我更喜欢运动服和运动装，我喜欢活跃。这适合你积极的生活方式，既实用又时尚。没错，我想要能让我自由活动的衣服。让我们探索不同的商店，找到完美的单品。听起来像个计划，准备好踏上时尚冒险了吗？绝对可以，约翰，开始购买衣服吧。我们走吧，安娜，来寻找我们的完美风格。干杯，约翰，愿我们的购物之旅成功愉快。第6课，我们应该查看天气预报，以便相应收拾行装。嘿，安娜，我正在为我们的旅行做准备，我们应该查看天气预报，以相应的打包。你好，约翰，这是个好主意。有时天气可能变幻莫测。绝对可以，我们不想被发现对雨水或阳光没有做好准备。让我们确保我们有适合任何天气条件的衣服。同意，分层选择和防水外套是必须的。而且不要忘记随身携带重要文件的副本。好主意，旅行时注意安全总比后悔好。护照、身份证和旅行行程的复印件可以成为救命稻草。让我们仔细检查我们的行李，确保我们有所需的一切。听起来像个计划，准备好踏上我们的冒险之旅了。绝对可以，安娜，这是一次顺畅而愉快的旅程。干杯，约翰，愿我们的旅程充满难忘的时刻。我们走吧，安娜，冒险在等着我们。第7课，我一直很想吃我们自制的千层面。嘿，安娜，我一直很想吃我们自制的千层面。你好，约翰，这是个好主意。自从我们成功以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喜欢它的美味和舒适感。我们应该计划一个烹饪日。绝对可以，让我们设定一个日期，收集我们需要的所有食材。别忘了让它格外特别的秘密成分。
啊，是的，使我们的千层面具有传奇色彩的秘密成分。我们可以邀请一些朋友过来和我们一起享受吗？好主意，与好朋友分享美味的食物是最好的。我们将举办一场千层面盛宴，留下美好的回忆。我已经可以想象香气和味道了，一定会太神奇了。为我们自制的千层面加油，度过充满乐趣的烹饪日。干杯，约翰！这是令人垂涎的烤宽面条合在一起的美好时光。我们去做饭吧，安娜。厨房在呼唤我们的名字。第8课，我一直想探索新的地方。嘿，安娜，我一直想探索新的地方。你在哪里建议？你好，约翰，这太令人兴奋了。去海滩旅行怎么样？好主意，我可以想象我们在沙滩上放松身心。我们可以沐浴阳光，在海里游泳，享受沿海的微风。听起来像是一个完美的度假胜地。你推荐什么特定的海滩吗？我听说过一个叫做 Paradise Cove 的海滩的好消息。是 Paradise Cove， 让我们计划一下前往这个热带天堂的冒险之旅。我们可以尽情享受水上活动，品尝当地美食，探索该地区。这将是一次令人耳目一新的逃离我们日常生活的旅程。绝对可以，新的地方总能带来新的体验和回忆。一起探索天堂湾的美景，欢呼！干杯，约翰！这是为了创造难忘的海滩时光。我们收拾行装吧，安娜，天堂在等着我们。第9课，你是否遵循任何特定的饮食或营养计划？嘿，安娜，我一直在考虑自己的饮食习惯。您是否遵循任何特定的饮食或营养计划？你好，约翰。我相信平衡和吃各种各样的食物。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你关注什么特别的食物吗？我尽量在饭菜中加入大量的水果、蔬菜和全谷物。这听起来很健康。你有最喜欢的食谱吗？我喜欢尝试沙拉、炒菜和自制冰沙。不错，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喜欢的营养食品。绝对可以，这一切都是为了滋养身体和味蕾。您是否尝试限制或避免食用任何食物？我尽量限制饮食中的加工食品和添加糖。这是有道理的。注意我们消费的东西很重要。没错，这是为了找到最适合我们个人身体的东西。为一种均衡而营养的食物方法加油。干杯，约翰！来享受健康美味的饭菜吧。安娜，让我们继续探索美味又营养的食谱。第10课，你打算如何到达那里？嘿，安娜，我一直在计划我们的旅行。有道理。你打算如何到达那里？你好，约翰，我会飞的，这是到达目的地的最快方式。这很方便。你预订航班了吗？还没有，我还需要找到最优惠的价格，并最终确定细节。花点时间比较价格，值得一笔不错的交易。
我一定会这样做的，存点钱永远是一种好处。预定后请告诉我，以便我们安排您的到来。会的，我们应该同步并共同计划行程。绝对可以，一旦我们掌握了所有细节，就可以更容易地进行安排。我期待着我们的旅行，并与您一起探索新的地方。同样，安娜，这将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冒险。为难忘的旅程和难忘的经历加油！干杯，安娜！这里是为了顺畅的飞行和惊人的发现。让我们来一次难忘的旅程，约翰。第11课，在线隐私很重要。嘿，安娜，在线隐私很重要，你如何保护你的？你好，约翰。当然，这很关键。我使用强而独特的密码。良好做法。你用密码管理器吗？是的，我愿意。它可以帮助我安全地跟踪所有密码。这很聪明。那双因素身份验证呢？我会尽可能启用它以获得额外的安全保护。太棒了！有什么避免网络钓鱼、诈骗的小贴士吗？我会仔细检查电子邮件发件人，避免点击可疑链接。明智的举动。在线保护个人信息怎么样？我对自己分享的内容以及与谁分享持谨慎态度。注意是关键。您采取了其他隐私措施吗？我会定期更新我的设备，并使用可靠的防病毒软件。坚实的步骤，为保护我们的在线隐私欢呼。干杯，约翰！这是为了在数字世界中保持安全。安娜，让我们继续保持警惕，保护我们的在线形象。第12课，我应该直接预定还是联系房东？嘿，安娜，我听说过这些度假屋，我应该直接预定还是联系房东？你好，约翰，视情况而定，直接预定既方便又安全。这是有道理的，但是联系房东可能会为我们提供更多信息。没错，他们可以提供更多详细信息或回答我们的任何问题。我不想在我们逗留期间有任何惊喜，也许联系房东会更好。事先澄清任何疑问或特殊要求总是件好事。另外，我们可以了解房东的反应能力和乐于助人的态度。这对于流畅而愉快的体验非常重要。我会联系房东，看看进展如何。完美，让我们确保我们拥有所需的所有信息。为寻找完美的度假屋和无压力的住宿而欢呼。干杯，约翰！这是一次难忘而无忧的假期。我们来确保住宿，安娜，冒险在等着我们。第13课，深夜可能很艰难。嘿，安娜，深夜可能很艰难，对吧？哈哈，我也是。你好，约翰。当然，有时候他们可能会很挣扎。就像时间变慢了，保持清醒，感觉就像是一项挑战。我明白你的意思，睁大眼睛的斗争是真实的。深夜对零食的渴望也很诱人，
你不觉得吗？哦，绝对可以。突袭冰箱的冲动难以抗拒。深夜电影或电视节目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它们很有趣，但却让上床睡觉变得更加困难。然后第二天早上又出现了昏昏欲睡和睡眠不足。就像我们在慢动作，正在尝试摄取咖啡因。哈哈，没错。但是，嘿，我们活了下来，然后笑了起来，对吧？绝对可以。深夜可能很艰难，但它们也会创造有趣的故事。为深夜幸存下来，拥抱睡眠不足的时刻欢呼。干杯，约翰！以下是熬夜的有趣冒险。让我们带着幽默感应对这些深夜，安娜。第14课，我想谈谈我们的交通选择。嘿，安娜，没问题，做好准备总是更好的。你还有什么想讨论的吗？你好，约翰。实际上，是的，我想谈谈我们的交通选择。好主意，为了提高灵活性，租一辆车怎么样？那可能行得通，但是公共交通呢？它也可能很方便。没错，使用公共汽车或火车可以为我们省去停车的麻烦。我们还应该考虑交通的成本和可用性。同意，我们需要权衡每种选择的优缺点。也许两者结合可能是最好的方法。这是可能的，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日常计划进行混合搭配。最好有备选方案和备用计划，以防出现意外情况。绝对是，在运输方面，灵活性是关键。好吧，在做出决定之前，让我们研究和比较一下我们的选择。听起来像个计划，我们会找到最好的出行方式，安娜。我们走吧，约翰，我们的交通冒险在等着你。第15课，过多的信息过载。嘿，安娜，最近媒体让我感到压力，信息过载。你好，约翰，我明白你的意思，有时候可能会让人不知所措。感觉新闻和更新源源不断。没错，很难跟上正在发生的一切。而且我读的越多，我就越焦虑。我明白，休息一下并断开连接很重要。我需要在保持知情和保持心理健康之间找到平衡。绝对可以。在当今快节奏的世界中，优先考虑自我保健至关重要。也许我应该限制我的媒体消费，把注意力集中在更积极的事情上。这是个好主意，用令人振奋的内容包围自己可以有所作为。我会努力找到平衡点，不要让媒体压倒我。请记住，你可以控制自己选择的食物。谢谢，安娜，为在媒体混乱中寻找和平欢呼。干杯，约翰，这是一种更平静、更快乐的心态。安娜，让我们带着宁静的感度过媒体风暴。第16课，展示自己的技能很重要。嘿，安娜，在面试中展示自己的技能很重要。你好，约翰，
当然，这是你大放异彩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机会。我认为突出我的经历和成就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在面试中，信心是关键。我一定要举出具体的例子，说明我是如何运用自己的技能的。这是一个明智的策略，它有效地展示了你的能力。我也想表达我对这个角色的热情和热情。绝对可以。雇主对真正兴奋的候选人表示感谢。我也会准备一些深思熟虑的问题来问面试官。这是个好主意，它显示了你的兴趣和参与度。我想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只要做好正确的准备并展示自己的技能，你就会表现出色。谢谢，安娜，为成功面试和找到工作加油。干杯，约翰！以下是你在面试中大放异彩的技能。安娜，让我们做好准备，让那次采访大放异彩。第17课，我一直在考虑去一个热带天堂。嘿，安娜，是的，我一直在考虑参观一个热带天堂。你好，约翰，这听起来很神奇，热带目的地是如此美丽。我已经可以想象棕榈树、水晶般清澈的海水和白色的沙滩，就像踏入明信片或梦境一样。我想感受皮肤上温暖的阳光，在碧绿的大海里游泳。热带氛围和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营造出一种宁静的感觉。尽情享受美味的热带水果和清爽的鸡尾酒。从鲜艳的色彩到热带气味，这是一场感官盛宴。我一定要带上防晒霜和太阳镜。别忘了带上泳衣和帽子，以备不时之需。我迫不及待地想体验热带天堂的魔力。这将是一次难忘的冒险，约翰。为一起探索热带天堂加油，安娜。干杯，约翰！这是为了创造持续一生的热带回忆。让我们计划一下前往热带天堂的逃生之旅，安娜。第18课，我想靠近所有景点。嘿，安娜，是的，那太棒了，我想靠近所有景点。你好，约翰。靠近景点既方便又节省时间。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探索和体验所有事物的时间。绝对可以，我们不必担心长途通勤或交通麻烦。让自己沉浸在当地的文化和氛围中会更容易。我们可以轻松参观地标、博物馆和热门景点。而且，我们附近还有很多餐饮和娱乐选择。身处动作的中心并感受能量，真是令人兴奋。另外，我们不会错过任何必看或必做的活动。我们可以自发地充分利用我们的冒险。安娜，让我们找到能让我们置身于行动中心的住所。听起来像个计划，约翰，快要接近所有的兴奋了。让我们潜入景点的中心地带，安娜。第19课，被雨水困住从来都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嘿，安娜，好主意，承受不起被淋湿的代价。你好，约翰。当然，被雨水困住从来都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它破坏了头发和整体外观，不是吗？哦，我能理解，没有什么比湿润而卷曲的发型更糟糕的了。别忘了潮湿的鞋子和衣服会粘在你身上。啊，这很不舒服，会让你感到寒冷和闷热。另外，在倾盆大雨中保持干燥并寻找避难所也具有挑战性。特别是如果你离家很远或者没有雨伞。我遇到了相当多的雨伞事故，由内而外翻开或被吹走。这就像一部试图用雨伞对抗风雨的喜剧节目。哈哈，确实如此。我们需要做好准备并查看天气预报。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意想不到的阵雨，并做出相应的计划。让我们保持干爽，保持发型完好无损，安娜。绝对可以，约翰。这是躲避雨滴和保持时尚的秘诀。让我们在雨滴之间跳舞，安娜，不要真正弄湿。第20课，我本来想计划周末度假。嘿，安娜，我本来想计划周末度假，你会感兴趣吗？你好，约翰，绝对可以。我喜欢周末度假的想法。这将是放松身心、恢复精力的绝佳机会。我可以从日常生活中休息一下，探索新的地方。我们可以逃离城市，一起探索另一个地方。这听起来很令人兴奋。想到什么特别的目的地吗？也许是舒适的山间小屋或海滨度假胜地。这2个选项听起来都很棒，我准备冒险了。我们可以去远足、野餐，或者只是享受宁静的环境。尽情享受美味的当地美食，尝试新的活动。这将是一个充满乐趣和难忘时刻的迷你假期。算我进去，约翰。让我们计划一个美好的周末度假吧。太棒了，安娜，准备好迎接一个充满冒险和放松的周末吧。让我们逃离平凡，留下不可思议的回忆，约翰。第21课，你尝试过社交活动吗？嘿，安娜，你尝试过社交活动吗？你好，约翰。是的，我过去参加过几次社交活动。你觉得他们对扩大你的专业联系有帮助吗？绝对可以。社交活动为结识新朋友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很高兴知道，我一直在考虑自己参加一些活动。值得一试。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遇到谁，以及会出现什么机会。有关于如何充分利用社交活动的小贴士吗？平易近人，参与对话，专心倾听。我也一定要准备好我的名片。这是明智之举。这是一种轻松交换联系信息的方式。我只是希望我不会尴尬的独自站在角落里。别担心，起初可能有点吓人，但每个人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会走出自己的舒适区试一试。这就是精神，约翰。拥抱社交冒险。这是为了扩大我们的专业网络并打开新的大门，安娜。干杯，约翰！让我们充满信心和魅力地探索网络世界。让我们建立可以将我们带到新高度的人际关系，安娜。第22课，你学会了任何象征意义吗？
嘿，安娜，太棒了，很高兴听见。你知道任何象征意义了吗？你好，约翰。是的，我发现蝴蝶经常被视为变革和变革的象征。太迷人了。那么，看到一只蝴蝶可能代表某人生活的积极转变吗？没错，这可能是个人成长和新起点潜力的标志。哇，大自然有自己的发送信息的方式，不是吗？绝对可以。许多文化和信仰将象征意义与不同的动物和自然元素联系起来。你还遇到过其他象征意义吗？是的，例如，莲花通常被认为是纯洁和启蒙的象征。太漂亮了！大自然如何激发如此深刻的意义，真是太神奇了。确实如此，探索象征主义为自然世界增添了另一层欣赏。我一定会留意周围环境中的这些象征性元素。这是个好主意，它可以使日常体验更有意义。这是为了发现隐藏的象征意义，并拥抱积极的变化。安娜，干杯，约翰！让我们在周围的世界中寻找美与意义。让我们来解读大自然给我们发出的信息。安娜，第23课，我本来想去远足，享受户外活动。嘿，安娜，你好吗？我过得不错。你好，约翰。我很不错，谢谢。你呢？我也做得很好，谢谢你的提问。嘿，你周末有什么计划吗？不是真的，只是放松一下。你呢？我本来想去远足，享受户外活动。这听起来很棒。新鲜的空气和大自然可以让人恢复活力。绝对可以，这是放松身心和锻炼身体的好方法。你有特别的远足径吗？是的，在附近的山上有一条美丽的小径，我一直想探索。听起来像是一次完美的冒险，算我进去。太棒了！我们将在大自然的美景中度过美好的时光。我等不及了，让我们度过一个难忘的周末，约翰。让我们系好登山靴，去小径吧，安娜。第24课，它叫做都市风格。嘿，安娜，真的？它叫什么？你好，约翰。它被称为都市风格，它们具有独特而时尚的时尚感。哦，我听说过。它与其他款式有什么不同？都市风格就是以时尚的方式将休闲和街头服饰元素相结合。那么，它既舒适又时尚？没错，它通常包括运动鞋、图案 T 恤、破洞牛仔裤和个性配饰。听起来很酷，我可以试一试，然后换个衣柜。你应该，这是一种有趣且用途广泛的风格，值得一试。有没有著名的都市风格网红或品牌？绝对可以。社交媒体上有许多网红展示都市时尚，耐克、阿迪达斯和 Supreme 等品牌也很受欢迎。
我得去看看它们，然后得到一些灵感。这是随时了解最新都市风格潮流的好方法。感谢你的分享，安娜。我很高兴能探索都市时尚世界。不客气，约翰。让我们为我们的衣橱增添一些都市风情吧。安娜，让我们自信的摇滚都市风格。第25课，海滩之旅听起来很棒。嘿，安娜，我从来没去过，但我很想去。你好，约翰。海滩之旅听起来很棒，让我们一起计划吧。我们可以沐浴阳光，感受脚趾间的沙子，然后在海里游泳。绝对可以，这将是一个充满放松和乐趣的完美度假胜地。你有什么特别的海滩吗？拥有清澈海水和棕榈树的热带天堂怎么样？这听起来像个梦，我已经可以想象壮丽的景色了。我们可以建造沙堡，打沙滩排球，品尝美味的海鲜。别忘了上面放着小雨伞的清凉饮品。为之欢呼，这是终极的海滩度假体验。为了获得最大的舒适度，我们一定要带上防晒霜和沙滩巾。好主意，我们不想被晒伤或错过在岸边闲逛的机会。我迫不及待地想感受海风，听着海浪的冲击。我也是，约翰。准备好来一场难忘的海滩冒险吧。让我们潜入放松的海洋，创造美丽的海滩回忆，安娜。第26课，你饿了吗？嘿，安娜，你饿了吗？你好，约翰。是的，拜托，无法抗拒一顿美餐。试试城里那家新的意大利餐厅怎么样？听起来很好吃，我想吃点意大利面。太棒了，今晚我会为我们预约。完美，那时晚餐计划就确定了。我已经可以品尝到千层面的俗气味了。而且我很想吃一道带肉丸的经典意大利面。我们不能忘记大蒜面包和提拉米苏作为甜点。想一想我就流口水了。让我们饿着肚子，带着满意的味蕾离开吧。绝对可以，这将是一场难忘的盛宴。准备好迎接一个意大利美食之夜，安娜。我等不及了，约翰，让我们一起享用一顿美味的晚餐吧。祝你好胃口，安娜，让美食冒险开始吧。第27课，我今天买了一些新鲜的蔬菜。嘿，安娜，我今天买了一些新鲜的蔬菜，太棒了！我们用这些食材炒一下怎么样？你好，约翰，听起来像个计划。炒菜永远是一顿美味又快捷的饭菜。我有甜椒、西兰花、胡萝卜和蘑菇。我们还应该补充什么？让我们放点切成薄片的鸡肉或豆腐来补充蛋白质。好主意，我们可以用酱油、大蒜和生姜调味。那会给它一个不错的味道。我们也可以撒一点芝麻来做松脆的口感。我喜欢这样，用少许芝麻味翻炒。
别忘了搭配一些煮好的米饭一起食用。当然，没有一层蓬松的米饭，炒菜是不完整的。这将是一道色彩缤纷又美味的菜。还有最棒的部分，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对其进行自定义。确实如此，我们可以调整香料等级，并添加我们最喜欢的蔬菜。安娜，让我们运用我们的烹饪技巧，制作美味的炒菜。我准备好了，约翰，让我们在厨房里调点美味的魔法吧。准备好那些炒锅，安娜，是时候来一场炒菜盛会了。第28课，你主要关注在花园里种什么？嘿，安娜，你主要关注在花园里种什么？你好，约翰，我主要专注于种植西红柿、黄瓜和生菜等蔬菜。太棒了，新鲜的本土蔬菜一定味道很棒。它们确实如此，自己种食物有点令人满意。我能想象，你有什么成功进行蔬菜园艺的小贴士吗？确保提供足够的阳光，定期浇水，并给土壤施肥。我会记住的，我一直想尝试一下园艺。值得一试，你会对自己努力的回报感到惊讶。我已经可以想象用本土种植的番茄和生菜做美味的沙拉了。这就是它的美妙之处，你可以以一种美味的方式享受你的劳动成果。我将从一个小蔬菜补丁开始，看看进展如何。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从小处着手，随着经验的积累而扩展。谢谢你的建议，安娜，我很高兴能踏上园艺之旅。不客气，约翰，园艺快乐，愿你的蔬菜茁壮成长。这是我们自己种新鲜美味的农产品，安娜。第29课，今天天气真好。嘿，安娜，今天天气真好，不是吗？你好，约翰。是的，外面很漂亮，非常适合外出一天。我本来想去附近的公园远足，想加入吗？听起来不错，约翰，我很想加入你的行列。呼吸新鲜空气，探索大自然，这将是愉快的一天。我完全同意，户外活动真是令人耳目一新。我们可以欣赏美景，听鸟的声音，也许还可以去野餐。算上我去野餐，我去带点三明治和零食。太棒了，我会带上飞盘，这样我们也可以玩点游戏。这听起来很有趣，我很期待。这一天将充满欢笑、友善的陪伴和大自然的美丽。我找不到更好的方式来度过美好的一天。让我们穿上登山鞋，充分利用这美好的一天，安娜。绝对可以，约翰。让我们拥抱户外，一起创造美好的回忆。安娜，这是冒险和享受的美好一天。第30课，我想探索城市。嘿，安娜，我一直在考虑我们即将到来的旅行，你想在那里做什么？你好，约翰，我想探索城市，品尝当地美食，参观历史遗迹。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很棒的计划，我很高兴能沉浸在当地文化中。
我也是。我们可以在街上漫步，发现隐藏的宝石，尝试新的口味。我迫不及待地想尽情享受这座城市所提供的美味佳肴。我们绝对应该品尝他们著名的街头小吃，参观当地市场。绝对可以。探索美食界是体验新地方的最佳方式之一。而且，我们不要忘记历史遗迹，了解这座城市的过去会让人着迷。我同意，漫步在古老的废墟中或参观博物馆将是一段穿越历史的旅程。我们将捕捉美好的回忆，并在此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这将是一次充满美味食物、丰富历史和精彩体验的冒险。我等不及要和你一起踏上这段旅程了，约翰。准备好迎接一次难忘的旅程，安娜。让我们充分利用每一刻。第31课，我一直在努力在日常生活中做出一些积极的改变。嘿，安娜，我一直在努力在日常生活中做出一些积极的改变，想听听吗？你好，约翰。当然，我很想听听你的所作所为。好吧，首先，我开始早点醒来，然后去早上慢跑。真的。太棒了，约翰！定期运动可以为你的健康带来奇迹。绝对可以，我感到精力充沛，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天了。令人惊讶的是，简单的早晨慢跑能为一天余下的时间定下积极的基调。慢跑后，我也开始做一些伸展运动。伸展运动有助于提高灵活性，并防止肌肉紧张。打得好！另外，这是清醒头脑，以全新的视角开始新的一天的好方法。确实如此，运动对心理也有好处，比如减轻压力和改善情绪。没错，我注意到我的整体健康状况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约翰，继续努力。谢谢，安娜。我决心坚持这个新的惯例，继续做出积极的改变。你明白了，约翰，每一步我都在这里为你加油。安娜，让我们过上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方式。第32课，我本来想推广我们的新产品。嘿，安娜，我本来想推广我们的新产品，你觉得怎么样？你好，约翰，我全神贯注，和我分享你的想法。好吧，我本来想用社交媒体网红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这是个好主意，约翰。网红覆盖面广，可以帮助我们接触特定的受众群体。没错，通过与网红合作，我们可以挖掘他们的关注者并定位我们的理想受众。这是一个明智的策略。有影响力的人已经与关注者建立了信任，从而使他们的推荐更具影响力。此外，它还为我们的品牌增添了一丝真实感和相关性。我同意，人们更有可能信任来自他们关注和钦佩的人的推荐。而且，我们可以利用不同类型的影响者来覆盖各种人口统计和兴趣。这样，我们就可以针对特定群体量身定制我们的信息和产品推广。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有影响力的人可以吸引他们的受众，我们的产品也获得了曝光率。
但是，我们必须确保影响者与我们的品牌价值观和目标市场保持一致。绝对可以。找到真正与我们的产品产生共鸣的网红非常重要。John， 让我们开始研究和接触潜在的影响者，是时候建立一些联系了。同意，安娜。准备好看看我们的产品凭借网红的力量达到新的高度。这是为了有效的推广和成功的合作 ，John。第33课，我一直渴望一个轻松的假期。嘿，安娜，我一直渴望度过一个轻松的假期。对目的地有什么想法吗？你好，约翰。夏威夷怎么样？它以其宁静的海滩和悠闲的氛围而闻名。听起来确实很放松。夏威夷以其自然美景和热带天堂而闻名。我们可以沐浴阳光，在水晶般清澈的海水中游泳，欣赏令人惊叹的日落。而且，我们不要忘记美味的夏威夷美食。我已经可以尝到 poke bowl 和新鲜菠萝了。绝对可以。我们可以尽情享受当地风味，品尝一些传统菜肴。我们还可以探索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徒步前往令人叹为观止的瀑布，甚至可以去浮潜。夏威夷提供一系列户外活动，让我们尽情娱乐，与大自然接触。我可以想象我们在沙滩上闲逛，喝着清凉的热带饮料，却忘记了所有的烦恼。这将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度假胜地，远离日常生活的喧嚣。我很兴奋，安娜，让我们计划一下夏威夷之旅，为一个真正轻松的假期做好准备。算我进去，约翰。收拾好泳衣，准备好享受海岛的幸福吧。安娜，这里有沙滩、柔和的海浪和极致的放松。第34课，我花了很多时间滚动浏览我的新闻提要。嘿，安娜，我已经意识到了一些关于自己的事情。我花了很多时间浏览我的新闻提要。你好，约翰。我明白你的意思。有时候，我发现自己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什么？好吧，当我无事可做时，比如排队等候或在广告中，我甚至发现自己在滚动浏览新闻源。哦，我明白了。听起来它已经成为你的反射，即使在停机时刻也是如此。没错，就像我的手指在不加思索的情况下自动进入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一样。在这个数字时代，这是一种普遍的习惯。我们不断受到信息和更新的轰炸。我知道，但我觉得自己因此错过了其他事情。这是可以理解的。重要的是要找到平衡，不要让社交媒体消耗我们所有的时间。你说的对，安娜。我想打破这种习惯，更多的出现在现实世界中。一种方法可能是设置查看社交媒体的特定时间，而不是盲目滚动。这是个好主意。我可以在白天为社交媒体分配特定的休息时间，而不是让它决定我的空闲时间。然后用你喜欢的活动来填补其他时刻，比如阅读、爱好或与朋友共度时光。我喜欢这样。现在是时候重新利用我的时间，专注于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事情了。你明白了，约翰。请记住，小步骤可以带来重大变化。这一切都是为了找到适当的平衡。
谢谢你的鼓励，安娜。这是为了打破滚动习惯，拥抱更充实的生活。第35课，我想我需要一些支持。嘿，安娜，最近我感觉有点不知所措，我想我需要一些支持。你好，约翰，你能意识到这一点真是太好了。寻求帮助是力量的标志。你说的对，安娜。当事情感觉太过分而无法独自处理时，伸出援手很重要。绝对可以，有人可以依靠，可以改变世界。我认为与亲密的朋友或家人交谈，确实可以帮助我感觉好些。这就是精神，约翰。分享你的想法和感受，可以提供安慰和视角。得知我并不是唯一一个面对生活挑战的人，这真是令人欣慰。我们都不时需要支持，这是人类的自然组成部分。你说的对，安娜。我敢肯定，在一些帮助下，我将能够浏览这个艰难的补丁。与关爱和理解的人在一起，可以提供你所需的力量和鼓励。谢谢你提醒我，安娜，是时候伸出援手，让其他人为我服务。不客气，约翰。请记住，您不必自己承受重量，在一些帮助下，你会感觉好多了。这是寻求支持并拥抱联系的力量。第36课，你和老板谈过这件事吗？嘿，安娜，你提到了对你的工作的一些担忧，你和老板谈过这件事吗？你好，约翰，还没有。我一直对向他们提起这个问题犹豫不决。表达您的担忧很重要，他们也许能够提供帮助或提供一些指导。我知道，但恐怕他们不会理解或认真对待我的担忧。我理解你的担忧，但值得一试。开放的沟通可以带来积极的变化。你说的对，约翰。我应该收集自己的想法，找个合适的时间和我的老板讨论这个问题。准备好你想说的话，恭敬地表达你的担忧，他们的回应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我会尽力而为，是时候向前迈出一步，直接解决这个问题了。这就是精神，安娜。不要让恐惧阻碍你找到解决方案。谢谢你的鼓励，约翰。我会鼓起勇气进行这样的对话。你明白了，安娜。这是为了有效的沟通和积极的结果。为之欢呼，约翰。感谢您的支持。第37课，我正在尝试巧克力曲奇的新配方。嘿，安娜，我正在尝试巧克力曲奇的新配方，你知道流程吗？你好，约翰。当然，我可以帮你。首先，你需要收集所有食材。明白了，我有面粉、糖、黄油和巧克力片。下一步是什么？接下来，你要将黄油和糖一起涂奶油，直到它变轻蓬松。在黄油和糖上涂奶油，检查一下，那又怎样？之后，你将逐一加入鸡蛋并充分混合。一次加一个鸡蛋。明白了，下一步该怎么做？然后，你将逐渐添加干食材，例如面粉、
小苏打和盐。逐渐加入干食材。明白了。我能烤多久？将饼干在350华氏度（175摄氏度）的温度下烘烤大约10至12分钟，或者直到边缘变成金黄色。在350华氏度下10至12分钟，有烘烤时间了。然后呢？烘烤后，让它们在烤盘上冷却几分钟，然后将其转移到铁丝架上完全冷却。将它们放在烤盘上冷却，然后转移到铁丝架上。明白了，谢谢你的指导，安娜。不客气，约翰。享受你自制的巧克力曲奇，它们会很好吃。我等不及要品尝它们了。这是为了成功烘焙并满足我们的甜食爱好者。第38课，我们计划一次野餐怎么样？嘿，安娜，今天天气真好，我们计划一次野餐怎么样？你好，约翰，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我喜欢野餐。完美，我们可以打包一些三明治、水果和饮料，做一顿愉快的户外用餐。我会带一条舒适的毯子，让我们坐下来享受阳光。而且我们不能忘记一些零食，甚至可能还有一只飞盘，来享受一些乐趣和游戏。这将是轻松愉快的一天，周围环绕着大自然和良好的陪伴。我们可以在公园里找到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风景优美。这听起来很可爱。我们可以在享受野餐的同时，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另外，我们可以赶上，分享故事，一起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这是放松身心，充分利用这一美好一天的完美方式。我很期待，安娜，让我们留下一些难忘的野餐回忆。同意，约翰。这是一场充满欢笑、美味食物和美好陪伴的精彩野餐。第39课，想稍后看电影吗？嘿，安娜，有时候想稍后看电影吗？你好，约翰。当然，我很乐意。你在想什么电影？我听说有一部新的动作喜剧电影获得了好评。听起来很刺激。我准备好享受一些笑声和激动人心的时刻。太棒了，让我们来看看放映时间，为我们俩决定一个方便的时间。我晚上有空，你呢？晚上也适合我，让我们瞄准晚上7点的节目。完美。我们要在剧院还是附近的某个地方见面？我们在剧院见面吧。我们可以买点爆米花，一起找个好座位。听起来像个计划，我很期待。我也是，安娜，这将是一个有趣的电影之夜，在那里见。那见，约翰。准备好享受一些娱乐和爆米花吧。第40课，我最近一直在考虑远程办公。嘿，安娜，我最近一直在考虑远程办公，太神奇了，你不觉得吗？你好，约翰，绝对可以。远程办公有其优点，它允许人们在任何地方工作。这是真的，在享受家中舒适的同时，甚至在旅途中，您都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它提供了灵活性和自由度，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没错，不再需要长途通勤或被束缚在特定地点。它为可能生活在偏远地区或有需要灵活性的个人承诺的人们开辟了机会。它还可以减少交通和与工作相关的衣物等费用。此外，它还促进了更健康的工作环境，因为人们可以创建适合自己喜好和需求的设置。想象一下，在舒适的咖啡店，甚至是美丽的海滩上工作，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听起来很梦幻，不是吗？但是，重要的是要保持纪律，并保持高效的日常活动。绝对可以。远程工作需要自我激励和有效的时间管理。通过适当的平衡，远程办公可以改变许多人的游戏规则，为远程办公带来的自由和灵活性欢呼。干杯，约翰！这是为了拥抱工作的未来，并享受其提供的福利。